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高雄保养厂过来的 W124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W124的车子到现在应该都在35年左右。经过这35年下来，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机械喷射的就是分油盘。如果是电子喷射的话，那就是喷油嘴一定是堵塞的。油箱就像楼上的水塔一样，30多年下来，那水塔里面一定很脏。何况我们是天天在使用这个水龙头。那油箱呢，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使用汽油，而且因为汽油没有一直加汽油，没有循环，汽油就累积成油垢还有油箱的铁锈，因为没有运转，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都被油箱污染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经过30多年下来之后被油箱的污染状况。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测试呢，是在测试车子的系统供油量，也就是说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这个出油量在大哥这个机台上面1分钟应该要出在170 ml。如果堵塞的话，有可能是带油道堵塞，全面供油过低，那就会造成稀薄燃烧，引擎会产生高温，车子没力。油门踩重之后呢，又造成耗油。另外一个状况就是4缸的供油不平均，那就会产生怠速抖动。怠速抖动的话，验车就可能验不过。那再加上可能停红绿灯就会起火。经过我们整修以后，分油盘如果要再堵塞，理论上应该要在20年以后。所以30年的老车。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来看，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哇，这个堵塞严重了。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出油在170 ml。我们看第1缸是115，第2缸120，第3缸110，第3缸120，第4缸也是120。跟170 ml的出油量，如果以120 ml来讲，就差了50 ml。170 ml差50 ml，那应该就是差了40%了。经过我们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供油量的结果。这颗从高雄保养厂来的 W124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是170 ml，那它平均出油量都在120 ml，少了50 ml，这个是带油道堵塞，这是比较普遍发生的现象。那这个现象会造成供油不足，车子没力。没力的时候，我们要起步，油门又踩重，会造成耗油而且还会产生稀薄燃烧，产生高温，这个对引擎是相当不好的。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的预期。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62526。
我们一样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是在测试它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在大科技在上面应该是170 mol 那我们分油盘还能够调整的分油盘能够调整的都一般保养厂能够调整的比如说就像这个这个高高的这个在调整它怠速的油气的混合比跟机台上面这个系统的出油量是不一样的。系统的出油量必须要在机台上面校正才是正确的，才有办法调整出来。至于说这颗怠速混合比的这个调整呢，是在调整它怠速的时候的混合比。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诱导组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0，第三缸175，第四缸170。这出油量相当漂亮。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到它的误差应该在5%以内相当漂亮。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个分油盘，这个编号62526的4缸分油盘，它的出油量在怠速的时候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对我们引擎的要求更加严格，因为如果它怠速的出油量又不平均，那我们调整怠速混合比是永远调不出来的。因为我们调整怠速混合比的时候呢，它是一起增加，或是油量一起增加，或是一起减少所以说它不能够个别调整每一缸的出油量所以我们对这个阶段的测试要求非常严格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个编号62526从高雄来的 W124 4缸变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诱导组分别是1、2、3、4缸，哇，这出油量相当平均每一缸，第一缸200，第二缸200，第三缸200，第四缸20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误差是0%，3%以内成绩相当优秀经过这次的整修过之后，我们这个分油盘是被油箱污染的所以说记得车主整修好，把车子弄好以后，分油盘换上去之后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如果不开车子的话，让油水电都能够运转让油箱能够循环，汽油加半桶就好了，因为汽油半年就会变质汽油没有循环，没有添加，没有循环的话，它就会产生油垢油箱吸水产生生锈、铁锈，这是造成我们工业系统污染的最主要的原因。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